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来自马来西亚。那么这一次来到岭南大学这边读的是商科，嗯，然后为什么会来到岭南大学呢？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初在自己的学院的时候，就有教授就推荐说，告诉我们说可以来岭南大学，因为有一些学长，比如说Jason 这些，他们都去过了很多不同的一些交换，他曾经可能去过墨西哥啊等等等等不同的一些国家，那么他就教授就告诉我们说，来岭南有很多机会的等着我们这样。其实我们现在整个外国生的那个整个群体里面，其实马来西亚人的人数还是有一定的，就目前的话是有大概9个左右的。那么因为人数也很大，所以我们常常都会比如说约一个晚餐啊，或者是说周末的时候可能就去一些地方玩啊，这样其实大家的关系都非常非常的好。我记得有一次是好像。因为我们大家都不会回家，就不常回家，因为毕竟都很远。那么我记得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大家就一起聚在一起，然后交换礼物这样子，就觉得说，虽然从海外来到这里，可是其实大家都会给到我们一种家的感觉，这样。我记得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在上一个的12月的时候，我就和另外一个马来西亚的同学，我们2个人都是Year 1的，都是1年级的同学。然后我们2个不同的 roommate， 我们就一起4个人，然后再加一个印度尼西亚的一个交换生，我们5个人就一起去了常州一趟，就一起去玩这样子。然后除了这个印度尼西亚的朋友很好之外，因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文其实有点相似的，然后我们也能够有一点点的沟通的这种。很好，然后过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好的就是有一个韩国的一个欧巴，然后他就来到了这里，然后过后他是来2个学期的，然后因为上一个学期他和我们的一个马来西亚的学长一起同房，然后过后我们就这样子就认识了，然后有些时候可能说我们马来西亚的同学如果有什么聚会的话，我们都会邀请这位欧巴，然后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他也是很好，然后我们就跟他学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一些韩国的一些话啊等等等等的。我记得我来到岭南大学开始上课的时候，印象最深刻就是整个班是很小的，因为如果在马来西亚，我记得我上学院的时候，就是我们坐的那种高高的讲台。然后可能教授的样子就一个蚂蚁的头那么小，然后我们就坐在上面听，或者是有一些人就玩手机等等的。可是在这里的话就，教授和学生之间的那个距离是很短的。然后这一点我是觉得蛮喜欢的，就是因为我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直接的向教授反映出来；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直接去问，这样就觉得这一点是岭南大学最特别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的，因为上一个学期我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国际的老师，那么可能在马来西亚就不一定有那么多国际的这种老师，然后这个学期也是一样的。然后我记得我其中一科的老师是来自牛津大学的，这个我就觉得哇特别的不错，然后就觉得而且他真的教会了我们很多的东西，然后过后他英文就很好听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不错。然后如果是说学习方面的话，在这里我记得，因为上个学期我拿了一个服务研究的一个课，我就觉得说，那么读书已经不再是一直读书，那么更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实践你所学到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是整个服务研究这个部分是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如果说是那个 ILP 的话，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参加了瑜伽，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和我的室友一起，就报了这个瑜伽，然后我们每一次就会一起去这个瑜伽课，然后过后就因为岭南女生很多，然后我们就好像就3个男生，然后我们2个人就一起去瑜伽，然后过后我们就连续去了大概有整5个星期左右的，就每一个星期都有1次的课。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特别，因为毕竟如果瑜伽课要去外面的话，其实收费是蛮高的。可是，在岭南，我们是免费享有这种特别的一种机会，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来到这里的时候，因为我本身还是会说粤语的，可是我们说粤语的同时，就和香港本地人的一种毕竟有不同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去磨合，去知道这里的当地的一些术语啊，一些等等一些字眼这样。那么就透过了朋友啊、室友啊，他们就跟我们说，哦，这个字是什么什么意思这样的，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这种词，然后我就会说，
我们那边习惯用一些术语是什么。我觉得这些是一种语言上的一种交流，也是一种文化上一种去间接吧，这样的。然后这里其实交通又很发达，就觉得喂，怎么到处都是双层巴士？那么在马来西亚的巴士的这个交通服务就可能没那么的发达，那么在这里就可以到处看到，喂，那么怎么那么多的这种双层巴士？就觉得是蛮特别的这边。我觉得如果问回我上个学期我学到最多的地方，就是甚至不是在课业里面上学到的，比如说一些interview skills 一些。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地方，因为我在上个学期我报了一个准备去美国迪士尼交换的一个计划。那么为了能够有更好的、充分的准备去这个面试呢，然后我们的学生服务处的那边的一个代表呢，就训练了我们几次了，然后我们也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那么除了在他那个方面的学习之外，那么学校本身自己也有不时的会邀请一些可能一些外面的一些公司一些代表来这里告诉我们说，比如你面试有什么部分啊的一些小小的细节，甚至是给我们一些即席的一些面试来测试我们的面试能力到底是到什么程度的。然后甚至在第3个部分，就是我有一堂课，就是专门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去向，你们要怎么样为自己的将来打算，然后如何去写自己的履历表啊，这些等等的。我觉得透过这种3样不同的一些东西，它对于我在一个想象一下，你只是一个大1的学生，然后你也只是一个第1个学期的学生，可是你却能够有如此的机会去了解这整个面试的过程，这整个求职的一个生涯等等的一些东西。那么很荣幸的，我也即将在下一个暑假呢，会到美国的迪士尼那边去有这个交换的计划的。那么我是觉得说，这一点是绝对不会在我自己的国家能够得到的。相对来说，来到岭南，来到香港，就有一个很好的在这个，尤其是面试这一个技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方面，能够得到这一种提升，是觉得真的很难得的。